我37了還沒結婚，我估計我也結不成了，因為沒有人會願意娶我這個歲數的人。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，但是看到那麼一句話，就是說等你父母過世了，你就沒有家了。這句話我瞬間就破防了。不過我真的太忙了，我每天都在忙着收样品、拍攝，我根本就没有時間談戀愛。我也很想談戀愛，真的。家人們，快救救我啊！最近我媽放狠話，如果年底再找不到对象，就讓我滚回老家。上次相親結束後，我爸媽火冒三丈，指責我挑三揀四，高的攀不上，低的又看不上。爸媽覺得人家男孩爸媽人品好，孩子能差到哪去呢？電話這頭的我只能有苦难說，突然覺得特別委屈。他們只看到了合適的條件，卻沒看到我心裡對合拍的期待。有人說和誰結婚都一樣，日子過着過着就淡了，可我偏不這麼認為。婚姻從來不是大家伙過日子。近年來，中國經濟下行，青年人面臨着沉重的生活壓力，在一線城市，购房成本幾乎成為了婚姻的前置條件，讓許多年輕人望而卻步。大學畢業生就業難，薪資增長緩慢，教育、醫療、養育成本居高不下，這些因素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延遲結婚，甚至是乾脆就不結婚了。大量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，追求職業發展，她們更追求精神層面的契合，不願意為了結婚而降低標準或者是将就。天哪，现在女生都急成啥樣了？我今天一看評論區，一個女生居然回復了上百個男生，聊一聊這是有多着急啊！現在幾乎都是女生主動，男生被動。我就想問問，廈門的單身男生都跑哪兒去了？這位博主呢，已經37歲了，為自己遲遲不能步入婚姻而感到焦慮不安。或者說，你說你以後年齡大了，再找到對象也沒有啥意義了，就，哎呀，感覺要孤獨終老了。現在父母還健在，還身體健康，沒事有什麼事還可以跟他們商量，跟他們說。但是你说以後老了，我自己一個人孤零零的咋辦呀？但是找對象就真的好難呀，尤其是我这個年紀。哎，我都已經想好了，我可以不要房，不要車，不要彩禮，只要他相中我，對我好就可以了。35歲未婚無娃的我，還有相親市場嗎？我今天要去相親了，這也是2024年第一次相親。相親對象是88年的河北唐山人，比我大1歲，在昌平，有房無車，貸款還剩260萬沒還，工作是一家央企研發部。相親對象是我同事介紹的，說人老實本分，妥妥一個大暖男，讓我成不成的見見。我起初是很抵觸的，因為距離太遠，但相親對象非要來找我，我們約的是5點，咱就說成不成的也要收拾一下自己，最起碼是對人的尊重。博主說，男方提前到了，還貼心地問他想吃什麼，他笑着回應，最近在減肥，不如就吃烤魚吧。在吃飯過程中，博主提到自己正在做自媒體，問能不能拍視頻。男生起初呢還有一些抵觸，但是為了配合他，還是表示可以適應。两人聊得很投機，男生為人老實，還很懂得察言觀色，他的一個小動作，男生就能立刻明白他的意思。吃飯時呢，他們簡單聊了聊各自的工作，結束後他就回家了。路上，男生發來信息，關心他是否到家了，似乎對他印象還是不錯的。不過呢，博主坦言，男生人確實很好，但身高和他差不多，大約是1.7米左右。他有點顏控，對男方的身高和長相還是比較在意的。他倒不着急結婚，因為他相信那句話，只有娶不到的媳婦兒，沒有嫁不出去的女兒。他覺得和他有緣的那個人總會來的，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。網上流傳一段視頻，引發了大量網友的關注。事情發生在迎親當天，丈母娘突然間臨時提出要再加10萬元的彩禮，這讓新郎當場怒火中燒，最終選擇退婚。一次婚風風光光的多好嘞，是不是？嫁到那麼遠去了，就歸你們了。我們到家裡養老找誰呀？多加你10萬塊錢不分了。那我們每年也會過來的呀，每年過來。那現在我們一天一天的養啊，你是不是每年過來？那我這樣說，朱總，我今天來都來了，到了臨時你來跟我講，加10萬，我就臨時講，你有这個沒這個，你嫁给他，我有这个婚的，這個婚的，他娶了媳婦。
我不给也罢。我又要去相親了，這次相親對象是97年的，通過網絡認識的，我比他大了8歲。相親對象說就喜歡姐姐，喜歡成熟的。我準備收拾一下出門，先去辦點事兒，再去約定的地方找他。說實話，相親真的很累。我周一到周五上班，平時也就周末能休息2天。我只要在家，真的是不想出門。但因為我歲數大了，我媽開始着急了，說今年年底必須結婚。為了不讓父母操心，我只能像陀螺似的不停相親。博主說，他們約好下午5點在商场見面。見面以後呢，男生問他想吃什麼，他想下雨天很適合吃火鍋，於是2個人一起去吃了呷哺。等餐期間，男生誇他看起來不像是36歲，如果他不說自己的年齡呢，別人還認為他只有30歲。聽了這番話，他很開心。他說是位男生為什麼想找一個比自己年紀大的女生。男生解釋說，年長一些的姐姐生活經歷比較豐富，性格也更成熟，懂得如何珍惜和經營感情，在經濟上也有一定的積蓄，能夠獨立承擔生活開銷，從而減輕男方的壓力。博主覺得，雖然男生年紀不大，但想法卻很成熟。吃完飯後，時間還早，2個人就又聊了一會兒。男生說自己在海淀做程序員，平時生活圈子很簡單，家裡最近開始催婚，所以他才想到在網上碰碰運氣。2個人聊得很投機。他回到家以後，男生特意發來消息，表示和他聊天很愉快，並且期待下一次見面。現在濟南的大齡剩女是瘋了嗎？今天上午店裡來了一個84年的姑娘，那麼來相親，本科學歷哈，那麼在事業單位上班，長相身材都還可以，重點是她的擇偶要求，她自己是在體制內上班，父母呢也是在体制內的，待遇条件都非常優秀了哈，就想在我们這兒找個門當戶對的。然後我就問她具體的擇偶要求是什麼，她說哈，要是濟南本地人，住房面積呢不能低於150平，最好是有獨棟別墅，汽車不能低於奔馳寶馬的，年薪不能低於50萬。我跟她說啊，我說你這要求也不算門當戶對吧？你想要這樣的男生，在現實上早就被搶走了呀。說我也沒有別的要求呀，我只要求這個男生能力好，收入高就行。紅娘博主就給這位女生介紹幾位符合她條件的男士，其中呢有離異帶娃的，但女生表示自己是未婚，不能接受離異的。後來紅娘又推薦了一位40多歲的男士，他嫌對方年紀太大。紅娘又介紹了一位身高不到1.7米的男士，他又覺得呢對方很矮。他說，你們這裡就沒有優秀一點的嗎？紅娘問他，你覺得怎麼樣才算是優秀呢？女生開出了條件，男方要年薪50萬，有房有車，而且沒有貸款，最好是自己開公司，身高要在1.75米以上，還要情商高，懂事理。聽到這裡呢，紅娘直言，這樣的男士我找不到，人家要是年薪50萬，為什麼要找你呢？找個年輕的不好嗎？女生聽後很不高興，轉身就離開了。紅娘呢也頗為無奈，覺得40多歲的人還在幻想白馬王子，別人也很難幫上忙。10年產生了1個億的剩女，被毒雞湯耽誤的社會底層的女性到底該何去何從？據最新的數據統計，我國適齡的未婚的女性已經超過了1個億。某婚介所紅娘也指出大齡剩女有一個統一的心態，就是不合乎標準，寧可單着也不委曲求全。而他們篩選男性對象的標準，幾乎都來自於網絡流行的毒雞湯，就是什麼給你花錢的男人未必愛你，但不花錢的肯定是不愛的。女人是用來疼的，用來寵的，真正的愛就是無條件的包容你所有的毛病。博主指出，許多缺乏獨立思考的女性受到這種毒雞湯的影響，逐漸扭曲了愛情觀。她們一心只想嫁入高收入的群體，幻想通過婚姻來改變命運。網絡上流行着一句話，叫做寧願坐在寶馬裡哭，也不願坐在自行車上笑，正是這種心態的真實的寫照。未婚女性收入普遍都不高，以青島婦聯的一項調查為例，月收入在3200元以下的佔比高達 52%， 而月收入超過1萬元的僅有 1%。博主最後提醒女性朋友們，與其繼續抱着靠婚姻改變命運的幻想，不如調整自己的婚姻觀，放下過高的期待，降低擇偶標準，或許這才是更現實的出路。因為就是大齡剩男和剩女哪個更着急？哪個更着急？我覺得男人更着急。為什麼？因為現在你看女孩子越來越獨立了，她們有工作，她們有家人，她們有些可能就是說她們也有自己的一些圈子，她不需要去找一個男人
去依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比较独立的。倒是男孩子从家里出来以后，我觉得他们可能需要就是组建一个家庭，所以我觉得就是男的更着急。大龄剩女最后基本上都会嫁给这3种人。第一种，事业有型的成熟的男性，这类男性往往他会比女方去大到5到10岁，因为经历过一次婚姻，他有稳定的经济基礎和生活的阅历，他们更加去懂得包容女生的小脾气，也愿意去为家庭去做一些这种付出。那么很多大龄女性，她们最终选择了这样的2婚的男士，因为比起青涩的戀愛，她們更加去看重實際的一些生活的品質。博主楊子姐認為，第2種情況是部分剩女會選擇與自身條件相當的剩男結婚，這樣的婚姻呢，或許少了些許的浪漫，但因為雙方都經歷過相親，更能彼此理解心境，也更能懂得珍惜眼前的人。雖然不一定是轟轟烈烈的愛情，但平淡之中同樣蘊含真情。這第3種情況是，隨着當代女性經濟越來越獨立，姐弟戀正在逐漸的普遍化，女性不再依賴男性的經濟支持，更願意追求情感上的契合與陪伴，這讓年齡差距不再成為阻礙。沒想到我們這些曾經的大齡剩女，現在卻成了第一批吃到時代紅利的人。在我們未婚未育之前就看清了婚姻的本質，要感謝互聯網。太多姐妹她們在婚姻裡這種血淚的教訓，還有這個一地的雞毛，就是讓我們真的對婚姻這件事情確實變得慎重又慎重。很多人都是腦子一懵，稀里糊塗都進入一段婚姻，給自己找了一堆不相干的人來難為自己，然後你搞又搞不定，你想出來又出不來，搭進去自己的人生。博主表示，他並不是一個不婚主義者，也不主張男女對立，只是到了他這個年齡呢，他對婚姻已經不再抱有過高的期待，他也不奢望通過婚姻來改變自己的生活。如果能遇上一個合適的人，讓他願意走進婚姻，那當然是一件幸運的事。但是呢，如果沒有遇到，他覺得一個人生活同樣也是很好的，沒有什麼問題。有的女生哈，她有一種錯覺，她就覺得男的比女的着急結婚。我跟你說哈，大齡剩男他要麼就躺平了，要麼他也不着急。他現在無非就是2個情況：第一個，他根本就不想結婚；第二個就是可能經濟上受限了哈，沒有錢，買不起房，買不起車。那個不想結的，他有經濟條件結的，他隨時都可以結。那個經濟條件受限了，他後面如果經濟條件好轉了之後，他想去找一個年輕一點的女孩子，他也找得到。但是大齡剩女哈，你的時間過去了，那就真的找不到了。發現了沒有啊？就是當年你沒追上的大齡女生，現在幾年過去了，她們依然單身。大概吧，她們還在等，還在挑選，還在對比，期待一個綜合素質更好的男人出現。在這個男人呢，他既不能比他過去遇到的差，也不能比他閨蜜的差，不然的話，那這些年他認為豈不是白等了？什麼降低標準？那更不可能了，因為面子比天大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